2019年，人造肉公司 Beyond Meat 在纽约上市，一时间成为资本的宠儿，高呼要替代所有肉类，彻底颠覆人类的饮食习惯。然而6年之后，这家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们却濒临破产，沦为散户炒作的玩具。这场1000亿美元的财富造梦故事，主角就是他。这是位于加州硅谷一家汉堡店的人造肉汉堡，里面的肉饼来自于明星人造肉公司 Impossible Foods。它的竞争对手 Beyond Meat 就在前段时间，股票诡异的一度暴涨了1300%，然后又快速的坠落，俨然成为一只妖股。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Beyond Meat 这家公司啊，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这是2019年华尔街最火的 IPO， 上市首日暴涨了163%，短短几个月内，股价从25美元的发行价一路冲到了234美元的巅峰，市值一度超过100亿美元，被誉为替代肉类的未来。而现在，它从最高点跌去了99.5%，市值蒸发了100亿美元。而对于人造肉这个行业来说啊，这还不是最荒谬的。而就在上个月，他的老对手，另外一家人造肉巨头 Impossible Foods， 它的 CEO 竟然公开表示，正考虑往他们的植物汉堡里添加真正的动物肉。等一下，一个做人造肉的公司，现在要加真肉，这不是气打自己脸吗？欢迎小伙伴们，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看看人造肉这个曾经一度席卷全球、被资本疯狂追捧，但又迅速的被戳破泡沫、赛道崩塌的故事。所以，人造肉市场为什么会崩塌的这么快？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期视频我们探访了美国硅谷的各类人造肉产品，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我觉得它的肉其实很。来聊聊为什么这个泡沫破灭了，市场为什么不买单 ，Beyond Meat 是如何成为妖股的，以及 Impossible Foods 又为什么背叛了整个叙事。别忘了订阅我们硅谷101的账号，不要错过前沿科技和商业动态的更新哦。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人造肉这项技术和概念。首先，我们说的人造肉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更加学术一点的名字叫做替代蛋白，主要可以分为植物基的植物肉和实验培植出来的培育肉。植物肉很好理解就是用各种植物的蛋白来模拟肉，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素鸡很像。而培育肉就更加前沿，这种方法呢是通过从动物身上提取干细胞，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去培养肌肉细胞，然后让它分裂生长，形成肌肉组织而制作出来的肉。当然，后者的培育肉呢，因为现在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生产出来的肉那都是天价。2011年，一位来自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 Gabor Forgax， 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吃了这种肉，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公开试吃实验室人造肉的科学家。听起来真有点疯狂科学家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目前在市面上主要能够买到的人造肉其实都是第一种技术路线，也就是植物肉。第二种培育肉的公司呢，主要目前都靠着 VC 的融资在活着，几乎没有面世的产品。但显而易见，在人造肉的风口过去之后呢，这些公司这几年的日子也都非常的不好过。根据 GFI 的数据，2024年全球风险投资 VC 对植物肉公司的投资暴跌了64%，这部分指的是用植物蛋白来做的植物肉。而如果你去看一下通过实验培育的人造肉，在2024年又同比下降了40%，而这是在之前已经暴跌了75%的基础上，还在继续悬崖式的下跌。资本不玩了，那么消费者呢？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人造肉市场，植物肉的零售额已经连续3年下滑，超市里的植物肉正在从当年的新潮单品变成现在的清仓折扣。为什么？因为呢，消费者不买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最近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超加工食品浪潮正在席卷欧美。消费者开始翻看食品的配料表，他们突然发现这些人造肉所谓的健康可能只是一个营销故事。有更极端的观点直接是把人造肉打成了昂贵的工业添加剂，健康这个核心卖点受到了广泛的质疑。So another food that's ultra processed is plant-based meat replacements. One of the benefits is that they cut out a kind of chemical that's naturally occurring in something like red meat called hyaline, which can increase your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plant-based
it can still be unhealthy. Sugar, for example, is plant-base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ith a lot of these foods, they inject a lot of sodium to replicate the flavor. So often they're very high in salt. 那么泡沫究竟是如何破灭的？我们一会儿来详细讲哈。但结局就是资本撤退，消费者态度转向，直接导致了行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大洗牌。Unreal Foods 放弃了研发无氮鸡蛋 ，Remastered Foods 停止了素培根 ，Meatless Farm 停止了植物香肠的生产。越来越多的替代蛋白公司纷纷倒闭、裁员或者被出售，一大批在风口上起飞的跟风者，如今纷纷倒下。那现在呢，牌桌上剩下的2个最大玩家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 还在苦苦的支撑，而他们的日子也非常的不好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硅谷102的特约研究员一鸣来加入我们，看一下这2家一度受到硅谷和华尔街资本市场热捧的明星人造肉公司，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来看 Beyond Meat。如果你只看它的股价，你会觉得它要完蛋了；但如果你看它的财报，你会觉得它早就该完了。根据2025年的数据 ，Beyond Meat 的年收入预计在3.3亿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居然只比6年前高了10%。更可怕的是，它的利润盈利仍然遥遥无期。根据2024年的财报 ，Beyond Meat 每卖出1美元的产品，就要在运营上亏损45美分。是的，卖得越多，亏得越多。这种商业模式在2021年以前 ，VC 们管这个叫做用利润去换增长。但在2022年以后，市场对这种的耐心就越来越低了，因为耐心都被 AI 和具身智能吸引走了。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地方，公司账上有10亿美金的可转换债券，将在2027年的3月到期。很明显 ，Beyond Meat 无力偿还这笔债务，信贷市场也知道这一点。这笔债券目前的交易价格仅仅是面值的17%。用华尔街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市场认为 Beyond Meat 大概率还不上这笔钱，而且它在2年内违约的概率几乎是板上钉钉。所以你就能理解它最近的各种动作，一方面在大裁员，另一方面全面暂停中国的业务，因为事实证明，中国消费者对人造肉也不那么感兴趣。这些都不是什么战略调整，而是休克疗法，是在变卖资产断臂求生，只为活下去。Beyond Meat 的 CEO 布朗在财报电话会上还是在指责这一切都是因为错误信息和来自传统肉类行业的攻击所造成的，但市场显然已经不相信这个故事了。那么，一家基本面如此糟糕，股价跌去了99%，濒临破产的公司，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命股，一度暴涨1300%呢？这恰恰是它濒临破产的副产品。事情是这样的，10月初 ，Beyond Meat 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搞了一个债务互换。简单说，就是用2030年到期的新债去换2027年到期的旧债。但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它要增发高达3.26亿新股来稀释。我们知道，它当时的总股本才7600万股。这是什么概念啊？这就相当于往一小杯威士忌里倒进去了一整大瓶水。消息一出，市场就崩溃了，股价直接腰斩，跌破了1美元，跌成了一只妖股 meme stock。股价跌到了这个地步啊，空头们自然蜂拥而至，赌它归零。这个时候啊，一位 ID 叫做 Capybara Stocks 的迪拜房地产开发商在 Reddit 上发表了一篇檄文。他的核心观点啊，就是市场误读了这个债务交易。他认为这个交易其实是所谓的天才之举，是利好，而且 Beyond Meat 的空头仓位太高，只要散户们一起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整个华尔街。这时候，一个类似 GameStop 的散户大战华尔街的3要素就一下子集齐了。第一就是跌到谷底的价格，加一个类似 Roaring Katie 的带头大哥，加极高的空头利息。就在这时 ，Beyond Meat 又宣布扩大了和沃尔玛的合作。突然，散户们蜂拥而入，股价在几天之内从0.52美元的最低点一度飙升到了超过8美元，盘中涨幅超过1300%。而那些做空它的对冲基金，在短短4天内账面亏损超过了1.2亿美金。当然，狂欢过后一地鸡毛，这根本不是什么价值发现，这只是一场针对规则、针对空头的赌场游戏。这可能也成了 Beyond Meat 这家公司在彻底退市前最后一次，也是最讽刺的一次烟花秀。而它一度最大的竞争对手 Impossible Food 也好不到哪里去。Beyond Meat 在赌场里被当作筹码，它的老对手 Impossible Food 在干什么呢？它在叛变，因为它还没上市，我们看不到股价，但它同样经历了多轮裁员，日子一样难过。他的新 CEO Peter 不得不低头变得现实起来，他不再谈论那些拯救地球、颠覆肉类行业的空话，而是看准了另一个群体——弹性素食主义者。
他们不是纯素食主义者，而是在1周之内有1天或者以上不吃肉的就算，所以这个市场明显要比纯素食主义者要大很多。而 Impossible Food 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决定。CEO Peter 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我可能会做一款混合了5%真牛肉的汉堡。”此外 ，Impossible Food 还把包装从代表素食、环保的绿色改成了代表肉的血红色。这简直就是革命者的一次公开叛变，也彻底撕下了植物肉行业最后那一块遮羞布。那套100%植物基完美替代真肉的理想，在残酷的商业现实面前已经彻底失败了。那么泡沫破了，巨头投降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这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这场从比尔盖茨、李嘉诚、莱昂纳多无数大佬共同背书看似完美的革命，为什么又会输得这么惨呢？那顺便说一下我们为什么选这3个人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当年支持人造肉的3股不同的力量。比尔盖茨代表硅谷的科技理想主义，他同时投资了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小李则代表好莱坞的环保主义，李嘉诚代表了亚洲的全球精明资本，他也是 Impossible Foods 的早期投资者之一。我们硅谷101和当年几位看这个方向的 VC 投资人朋友聊了聊，当然他们后来也早就转方向了哈。他们基本上是总结了3个核心的原因，这也是人造肉行业当初引以为傲，但是最终被证伪的3个点。那么首先呢，就是口味儿，这是人造肉不成功的最核心的原因，被消费者们吐槽又贵还不好吃。那其实我自己没有太吃过人造肉的产品，但是呢，为了做这个选题，我还是决定自己去尝试一下。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去到硅谷这边的一家麦当劳。但是我们却扑了一个空。网上的资料显示2021年麦当劳与 Beyond Meat 合作推出了 McPlant 这款汉堡，2022年在欧美几个国家和地区推出。然而呢，由于销量不佳，不少地区将这款汉堡移除了菜单，而在剩下的依旧供应的国家地区当中，仅有部分餐厅作为限时供应产品推出。在麦当劳官网上依然显示这款汉堡在不少的店铺有售，所以呢是误导了我们。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因为销量非常之差，美国地区的所有麦当劳都已经停止了销售。那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家在硅谷斯坦福大学对面的汉堡店 Goats Roadside 是有卖人造肉汉堡的，他们与 Impossible Foods 合作，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人造肉选项。那我们再去看看吧。我觉得它的肉其实很软，它的肉没有真的牛肉的那个 texture， 肉质那么的有嚼劲儿。我再吃一口试试。对我来说有点奇怪，是因为其实它整个的味道，它其实是被里面的酱，还有上面的面包啊、番茄所覆盖住了，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说，如果它的白水煮出来的这个肉饼跟一个正常的汉堡的肉饼、牛肉肉饼煮出来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是单从这样的一个肉质的嚼劲来说，我觉得我可能是更 prefer 真实的肉的，因为那个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所以呢，这里的结论就是，尽管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呢，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它的口感、风味、咀嚼感离真正的肉还差得很远。那消费者是诚实的，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复购率极其的低。人们呢有可能会出于好奇可以尝试一次，但是很少有人会第2次、第3次的去购买。Because the product didn't really deliver on exactly the right taste and texture profile and having a price point that was lower than animal meat, the reason for coming back to it really wasn't there. Not everyone has enjoye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the product. They haven't come back for a round 2 as a repeat consumer. 而更别提价格了。根据美国优质食品协会 GFI， 这是一个深度研究人造肉的非盈利性机构，它就统计了2024年植物肉的情况比如说牛肉这个植物肉呢要7.64美元一磅，一磅呢就是 0.9 斤，这个价格比真肉还要贵一点。那么真肉呢平均大概是 6.69 美元一磅，而牛肉价差是最小的了。你看这个鸡肉猪肉还有这个火鸡都贵了更多。那总体来说，植物肉的平均价格要比传统的真肉贵上 82%， 几乎要翻1倍我们也对比了店里卖的人造肉汉堡和超市里的人造肉产品，价格呢确实不便宜。
你看它这个 Impossible Cheeseburger 是15.99块，然后它的正常的 Bacon Cheeseburger 在13.99块。然后呢，我们去了美国的连锁超市 Whole Foods， 看到了专门卖植物肉、蛋奶的这个冰柜啊。那么总的来说呢，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那比如说 Beyond Meat 这2块人造汉堡牛肉饼，售价呢是8.49美元，旁边的 Beyond Meat 人造香肠售价是10.49美元。虽然有机和高端肉类的价格确实可以很高，但是呢，人造肉的价格明显要比普通的肉类贵不少。那么这里的结论就是啊，人造肉虽然不是肉，但是价格上没有任何的优势。我们知道2022年欧美开始陷入高通胀环境，全球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而人造肉你还没有真肉好吃，价格又高，现在大家手里面的钱都紧了，那尝鲜试了1-2次之后呢，就很难复购。而没有复购，这些人造肉公司呢就很难盈利。其实在2到3年前啊，国内就有一批餐饮品牌，他们因此呢也想开发一些新品，于是呢就声势浩大的尝试过上线人造肉产品，从什么人造肉汉堡到各种植物肉的小零食，再到火锅里面的素肉啊、素毛肚啊等等。当年呢就有投资人朋友对我们说啊，人造肉能不能火就靠这次餐饮行业的大规模的尝试呢。但是结果呢，从消费者的反馈来看，效果呢非常的差。那比如说放到火锅里面，其实一煮就煮碎了，而那些植物基的牛排啊、五花肉啊，也无法复制真肉的香味和感觉。那么唯一味道呢还不错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植物鸡肉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也总被吐槽放了太多的调味料，吃完之后呢容易口渴。这就引到了我们说到的第2个原因，就是健康神话的破灭。那这个原因呢也非常重要，如果说贵和不好吃只是阻碍，那么健康神话的破灭就是最致命的一击了。还记得他们一开始是怎么宣传的？更健康，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但是消费者和媒体很快发现不对劲啊，他们发现了长长的配料表，比如说甲基纤维素。虽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承认它是一种安全的食品添加剂，但也一直受到健康推崇人士的质疑和批评。 So here's how to decide whether you should buy an ultra-processed food or not. Read the label. Something that nutrition experts do is they follow the 5-20 rule. So that's less than 5% of a bad thing, more than 20% of a good thing. You're looking for more fiber, less sodium, less added sugars. Try to look at if there are chemicals that you don't recognize. 植物肉公司往往会说将豌豆蛋白转变为类似肉类的挤压过程，类似于使用意大利面制作机，但因为需要把植物蛋白，比如说豌豆蛋白粘合起来，让它们有真肉的质感。有些公司呢会用一种菌丝体，它是蘑菇和其他真菌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细长根状结构，它能够很好的起到粘合的作用。但是呢，反对植物肉的人就认为，当然其中一些也是和肉类食品公司结盟的团体啊，他们就攻击说植物肉制品呢是超加工，因为呢它们是由工业生产的成分制成的。那对超加工的一个定义就是你无法在你家里面的厨房把它给做出来。那么更偏激的人呢，就会把植物肉跟薯片、可口可乐还有奥利奥归为一类了。而公众对超加工食品所谓的 UPF 的担忧呢，是成为了压垮人造肉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传统的肉类行业呢，也是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啊，是疯狂的攻击。作为让美国再次健康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运动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下的现任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就一直对超加工食品和人造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就曾经转发了一篇标题是人造肉骗局的文章，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该行业利用各种策略将其定位为天然肉类的健康替代品，但人造肉只不过是超加工食品的另一种说法，其中充满了转基因和化学添加剂，意在尽可能的模仿肉类的外观。当然呢，对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反对声音呢也有很多，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其实是一直充满舆论争议的。那总之呢，不少消费者会觉得，我为了健康，为什么不直接去吃豆腐、吃蘑菇、吃蔬菜，而非要吃你这个昂贵的加工过的素肉呢？这就要说到第3点了，就是人造肉的市场定位问题。那第3个原因呢，我们需要上升到战略层面。Beyond Meat Impossible Foods 的创始人，以及呢压住这个赛道背后的风投资本和华尔街呢，都犯了一个致命的类比错误。Beyond Meat 上市的时候呢，市场对它的投资前景
景之所以看好，就是预期植物肉能够在肉类市场当中像植物奶一样，在牛奶市场当中也取得类似的市场份额。我们知道植物奶，比如说杏仁奶、燕麦奶就还算成功，从传统的牛奶手中是拿到了15%左右的市场份额，并且总销量在整个食物基食品中最高。当年资本们的幻想是植物肉最终能够像植物奶一样成功，那么市场规模将足够大，潜在收益也会非常可观。然而结果证明这个类比定位是错误的。植物肉相比起植物奶的劣势在于，植物奶通常定位在中等价位，虽然比传统牛奶贵，但是比有机牛奶便宜。而在肉类领域，目前还没有广泛普及的有机产品，因此植物肉就只能作为高端产品进入市场，这就大大减缓了植物肉的整体普及速度。所以你想颠覆肉，你不能只是差不多的替代品，你必须在所有的方面，口味、价格、健康、便利性都要做得更好。而现在的植物肉很遗憾，它在大多数的维度上都输了。所以植物肉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基本走入谷底。我们聊到很多行业人士都认为这个赛道会很难翻盘了。在与一鸣一起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想到读到的一本前几年风靡硅谷的创业圣经叫做 The Power Law。里面将 Impossible Foods 的成功崛起故事作为开头。公司创始人兼 CEO Patrick Brown 在见到著名硅谷投资人 Vinod Khosla 的时候，在他融资 PPT 最后一页写道，全球肉类市场是一个1.5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超级大蛋糕，而服务它的却是传统的史前技术。而 Impossible Foods 的目标就是用人造肉使得整个肉类行业变得多余。这句话显然引发了 Khosla 的兴趣。Patrick 这位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系教授，面对着眼前这位以喜欢压住看似不可能的疯狂创业点子而闻名的投资人说，如果你投资我，我发誓会让你比现在更富得流油。但是显然Patrick 还没有实现他这个诺言， Impossible Foods 还没有能够成功的上市，人造肉的赛道就已经坍塌了。听上去这个赛道的崩盘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精英主义的泡沫，他们试图用技术和资本，用拯救地球的宏大叙事去强行扭转人类最古老最核心的饮食习惯，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对吃的要求，低估了肉的魅力，也高估了科技能够带来的改变以及自己产品的成熟度。Beyond Meat 的 meme 式狂欢是资本市场对这家西洋公司最后的利用价值，而 Impossible Foods 的叛变，那个加入一半真肉的混合汉堡，反而可能是行业里面最诚实的选择。那这场100亿美金的试验在未来还有可能从逆境中重生吗？或者你认为 Impossible Foods 的混合汉堡会是一个更好的出路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探讨。好，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硅谷101的联合创始人陈倩，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